欢迎来到关键看点。节目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和小铃铛按钮，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节目了。谢谢大家。在芯片设计企业还在为产能明争暗斗的时候，晶圆制造领域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对晶圆制造厂来说，眼下更重要的是3纳米的突破。谁率先量产了3纳米，谁就将占领未来晶圆制造产业的制高点，甚至还会影响 AMD、英伟达等芯片巨头的产品路线图。毫无疑问，在3纳米这个节点，目前能一决雌雄的只有台积电和三星，但英特尔显然也在往先进制程方面发力。不过从近日的消息来看，台积电和三星两家企业在量产3纳米这件事上进行的都颇为坎坷。3纳米的斜坡将比之前的节点花费更长的时间。近日，一份引用半导体行业消息来源的报告表明，据报道，台积电在其3纳米工艺良率方面存在困难。消息来源报告的关键传言是，台积电发现其3纳米 FinFET 工艺很难达到令人满意的良率。但到目前为止，台积电尚未公开承认任何 N3 延迟，相反其声称正在取得良好进展。众所周知，台积电3纳米在晶体管方面采用其市场效应晶体管 FinFET 结构 ，FinFET 运用立体的结构，增加了电路闸极的接触面积，进而让电路更加稳定，同时也达成了半导体制程持续微缩的目标。其实 FinFET 晶体管在3纳米制程上多多少少已是极限了，再向下将会遇到制程微缩而产生的电流控制漏电等物理极限问题。而台积电之所以仍选择其很大部分原因是不用变动太多的生产工具，特别对于客户来说，既不用有太多设计变化，还能降低生产成本，可以说是双赢局面。从此前公开数据显示，与5纳米芯片相比，台积电3纳米芯片的逻辑密度将提高 75%， 效率提高 15%， 功耗降低 30%。据悉，台积电3纳米制程已于2021年3月开始风险性试产并小量交货，预计将在2022年下半年开始商业化生产。从工厂方面来看，台湾南科18厂4至6期是台积电3纳米量产基地。客户方面，英特尔、苹果、高通等都选择了台积电。大摩分析师 Charlie Chan 日前发表报告称，台积电在2023年的3纳米芯片代工市场上几乎是垄断性的，市场份额接近 100%。不同于台积电在良率方面的问题，三星在3纳米的困难是3纳米 GAA 制程建立专利 IP 数量方面落后。据南韩媒体报道，三星缺乏3纳米 GAA 制程相关专利，令三星感到不安。三星在晶体管方面采用的是山脊环绕型 GAA 晶体管架构。相比台积电的 FinFET 晶体管，基于 GAA 的3纳米技术成本肯定较高，但从性能表现上来看，基于 GAA 架构的晶体管可以提供比 FinFET 更好的静电特性，满足一定的山脊宽度要求，可以表现为同样工艺下，使用 GAA 架构可以将芯片尺寸做得更小。与5纳米制造工艺相比，三星的3纳米 GAA 技术的逻辑面积效率提高了 35% 以上，功耗降低了 50%， 性能提高了约 30%。三星在去年6月正式宣布3纳米工艺制程技术已经成功流片。此外，三星还曾宣布将在2022年推出3纳米 GAA 的早期版本，而其性能版本将在2023年出货。目前，在工厂方面，此前有消息称，三星可能会在美国投资170亿美元建设3纳米芯片生产线。在客户方面，三星未有具体透露，但有消息称，高通、AMD 等重量级客户都有意导入三星3纳米制程。但据韩媒报道，高通已将其3纳米 AP 处理器的代工订单交给台积电，三星3纳米客户仍然成谜。在投资人会议上，英特尔 CEO 再次强调，英特尔2纳米制程将在2024年上半年可量产，这个量产时间早于台积电，意味2年后晶圆代工业务与台积电竞争态势会更白热化。虽然在3纳米工艺方面，英特尔没有过多的透露，但是 DigiTimes 去年的研究报告分析了台积电、三星、Intel 及 IBM 4家厂商在相同命名的半导体制程工艺节点上的晶体管密度问题，并对比了各家在10纳米、7纳米、5纳米、3纳米及2纳米的晶体管密度情况。报告显示，到了3纳米节点，
台积电的晶体管密度大约是 2.9 亿每平方毫米，三星只有 1.7 亿每平方毫米，英特尔将达到 5.2 亿每平方毫米。英特尔的晶体管密度比台积电高出了超过 79%， 达到了三星2倍以上。因此，就摩尔定律关注的晶体管密度指标来看，在同一制程工艺节点上，英特尔相比台积电、三星新一代的制程工艺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工厂方面，英特尔曾强调将斥资800亿欧元在欧洲设厂。英特尔德国负责人受访时透露，将在欧洲生产2纳米或推进更小的芯片。英特尔将2纳米作为扩大欧洲生产能力的重要关键，以避免未来在先进技术竞争中落后。总的来说，在3纳米节点，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可能只有交给时间来判定。但从目前情势来看，台积电或略胜一筹。3纳米已经到了摩尔定律的物理极限，往后又该如何发展？这已经成为全球科研人员亟待寻求的解法。目前，研究人员大多试图在晶体管技术、材料方面寻求破解之法。第一种方法采用 GAA 晶体管。三星在3纳米制程中使用的 GAA 晶体管就是3纳米后很好的选择。GAA 设计通道的4个面周围有山脊，可减少漏电压并改善对通道的控制，这是缩小工艺节点时的关键。据报道，台积电在2纳米工艺上也将采用 GAA 晶体管。第二种方法采用纳米线。纳米线是直径在纳米2级的纳米结构。纳米线技术的基本吸引力之一是，它们表现出强大的电学特性，包括由于其有效的一维结构而产生的高电子迁移率。最近，来自 HCDR 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已经通过实验证明了长期以来关于张力下纳米线的理论预测。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制造了由 GAS 核心和砷化铟铝可组成的纳米线。最后，结果表明，研究人员确实可以通过对纳米线施加拉伸应变来提高纳米线的电子迁移率。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可以在具有更大晶格适配的材料中实现更显著的增加。第三种方法采用堆叠插片式晶体管技术。最近，英特尔一项关于堆叠插片式晶体管的技术专利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英特尔表示，新的晶体管设计最终可以实现 3D 和垂直堆叠的 CMOS 架构。与目前最先进的3山级晶体管相比，该架构允许增加晶体管的数量。在专利里，英特尔描述了纳米带晶体管和者薄膜的使用，后者将充当电介质隔离墙，在每个垂直堆叠的晶体管层中重复，最终取决于有多少个晶体管被相互堆叠在一起。据了解，英特尔并不是第一家引用这种制造方法的公司。比利时研究小组 EMAC 在2019年就曾提出这个方法。根据 EMAC 的第一个标准单元模拟结果，当应用于2纳米技术节点时，与传统的纳米片方法相比，该技术可以显著提高晶体管密度。第四种方法采用垂直传输场效应晶体管。垂直传输场效应晶体管 VTFET 由 IBM 和三星共同公布，旨在取代当前用于当今一些最先进芯片的 FinFET 技术。新技术将垂直堆叠晶体管，允许电流在晶体管堆叠中上下流动，而不是目前大多数芯片上使用的将晶体管平放在硅表面上，然后电流从一侧流向另一侧。据 IBM 和三星称，这种设计有2个优点。首先，它将允许绕过许多性能限制，将摩尔定律扩展到1纳米阈值之外。同时还可以影响它们之间的接触点，以提高电流并节约能源。他们表示，该设计可能会使性能翻倍，或者减少 85% 的能源消耗。其实，对于3纳米以后先进制程如何演进，晶体管制造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芯片设计也至关重要，需要片上互联、组装和封装等对器件和系统性能的影响降至最低。关于3纳米的争夺，上面只是讲述了冰山一角。其实围绕着整个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有多家厂商在上面进行争夺，这也正是集成电路发展至今的关键。另外，虽然摩尔定律已经到了极限，但是无论设计企业还是制造厂又或是封装厂，他们对于先进制程研发的步伐不能停止。往小了说，先进制程关乎产业链的发展；往大了说，先进制程关乎着国家安全。未来世界科技为王，落后就要挨打。别忘了点赞订阅，
如果你有独到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下期再见。